KO。他是比死神方便还要勇猛10倍的中国搏击小将，冲上擂台，两腿一吸，打得日本冠军落荒而逃，嗷嗷惨叫，就连评审员都忍不住的呐喊，揍得漂亮过瘾。大家注意看，这可不是什么动物表演，而是日本狂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走入比赛现场。日本选手疯疯癫癫的也就算了，还一副特比邋遢的样子，使得台下观众议论纷纷，都在质疑这就是在日本称王称霸的空手道冠军吗？不过按照资料来看，他的确实力非凡，不仅能在职业擂台拿到空手道冠军，还凭借超强实力进入日本踢拳领域排名前5。虽说日本狂人来势汹汹，野心十足，妄想带领小弟称霸中国拳坛，但是中国军人拳王周志鹏的大弟子周兴可不会让他轻易得逞。周兴小年纪敢打敢拼，还完美继承了周志鹏的机智头脑与战术打法，再加上周兴本人嫉恶如仇，有着为国争光的决心，今晚的日本选手将会体验到职业生涯最惨烈的挨揍经历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让我们看看周兴的表现究竟如何。随着裁判一声令下，比赛正式开始。白色短裤就是中国选手周兴，黑色短裤就是日本选手针边健太。比赛仅仅开始10秒钟，两位选手就展开了激烈的拼拳换脚，尤其是周兴单利用拳法，就让日本选手针边健太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好在针边健太自身比较抗揍，这才避免了在首回合丢失大量比分。对，身高是70，而日本的针边健太是26岁，从身高团战上都要比他高一些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日本的选手的打有很有粘性，就是他上战能力强，防守能力好，这是他一个特点。而在第一回合比赛里面，双方的火药味就是非常十足啊，尤其是针边健太。我们看到周兴打得很稳，周兴这个年龄和他在场上的表现有点高，就是要少年感。非常漂亮，你看这个周兴的这个拳法的这种变化。今天这场比赛很有看点，而且可以看到日本的针边健太啊，从我们拿到资料来看，他以前在日本练过空手道，有过空手道的基础。看，也得分上头。我们看这个周兴在这个距离感的控制上，周兴在比赛中并不想高速移动浪费体力，只是站在原地处于防守反击，应对针边健太的进攻。不过看着针边健太的进攻意图特别明显，就是为了在比赛中强势压制周兴，争夺比分。再次也不得不承认，针边健太这家伙实力出众，野心十足，处于客场作战打得还这么勇猛，周兴的处境也在短时间处于危险局势。而我们也看到周兴的这个拳法的线路，它是上勾加后直，而且在加强拳法进攻同时，还有一些腿法的扫击动作，作为一种过渡。主要攻手段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日本的针边健太开始打反击，只要你周兴把进攻方案，我就打反击。目前在场面上，现在是红方选手周兴占据绝对一种优势，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针边健太，他这个反击是非常好。手拳控制，飞膝。我们看到这个周兴的飞膝，他是加速跑的原地，第一回合倒计时，哇，一个超手拳，针边健太。检查。比赛来到第二回合，周兴在与老师周志鹏商议过后，也改变了战术打法，直接发起凶猛的拳脚招式，一一奉上，就是要让针边健太老实的躺在地上怀疑人生。如果不是裁判干预比较及时，周兴继续暴揍下去，针边健太或许真的可以提前送回老家。起身之后的针边健太也发觉了事态严重性。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现在周兴有意识把比赛节奏控制，因为第一回合冲的太猛，我们担心他的体能的一种消耗。但是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开局周兴非常漂亮的这个高低正头，原地飞膝，这个正方控制。在这个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现在日本的这个针边健太仍然采用他第一回合的那种战术啊，你在你这个
说明在某情况下我防守，但一旦你节奏放慢，之后我打断你，加强我的一种进攻的。陈高往上跑。我们看在这里面，在后方周星还用技术，同时哎呦前后高扫控制对方的头部的大体。而在第二回合里面，我看到日本的这个真剑太拿到大量比赛点数之后的周星，原本可以继续猛攻压制对手，可是周星却表现得异常沉稳冷静。只要真边健太没有主动进攻的意图，周星绝对不会打出凶猛反击。这么来看，周星并不属于激进派打法可刚可柔。然而真边健太看到这一幕，也是在有点愤怒，自己一回合的努力就是为了扩大比分，结果却被中国选手打得如此狼狈，难以收场。这种虚晃动作，因为他毕竟这个真边健太身材身高1.62米，而且他也是从这个52公斤然后升上来。我们现在看到周星这个圈节奏组合打得很轻巧，在这种节奏的这个控制上，现在周星控制一种掌握了一种绝对的主动。而这一回合，第二回合，周星要比第一回合打得更加的稳健，说打得很清晰，强调这种有效的打。然后裁判慢慢间告诫这个周星，你的扫踢动作应该再高点啊！刚才有画着对方刚步这表现，利用一种口头的告诫。当然，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，双方的进攻的节奏都在放慢的原因，都是双方体力很大。我们看日本的这个真边健太，你就看他的原体的一种组合，还是很有张力。第二回合结果，比赛来到第3回合，周志鹏为了培养周星，可谓是付出了大量心血。而周星身为周志鹏的弟子，并没有令人失望。而且在擂台上，周星已经完美的掌控比赛节奏。真边健太尽管玩命进攻，却伤不到周星分毫。再这么打下去，别说真边健太能不能扩大比分，说不定还会面临着被暴揍 KO 的风险。刚才那个周星的分析非常的准确。因为毕竟这个真边健太身高是1.62米，而这个周星身高1.7米，对方高出有8公分，有这种身高优势，所以对方在这地方进攻中，分析进攻还是很奏效。这样的话，周星的这种优势就更加的明显。现在周星想用分析来打击对手，但是体能下降之后，他的发不上力了。又一个大摆拳起来，前摆。这种场面上是日本的真边健太在控制周星，因为周星的体能下非常明显，还有最后的10秒，周星坚持住。在第3回合比赛里面，红方选手周星曾经用臂重击过真边健太，被他强敌。全场结束，这样的话就应该赢得这场。最后公布比赛结果，周星实至名归，赢下了比赛最终胜利。大家认为周星本场比赛表现如何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